谁才是黑社会？谁在栽赃？谁在陷害？负责任的检察官被撤下，换上一位无视法律的合法的辩护律师被打成黑社会，定案的证据经不起推敲，证人的证词不断反复，证据链根本无法闭合。这样的案子这么着急开庭，是因为什么？着急吗？还是被人买通了？我还在为万海辩护期间，每次约见万海，他都是非常积极配合辩护的。直到去年6月，突然改变了主意，认罪认罚，并且提出要更换辩护人。你说我今天这行警假供出来了，这过去多长时间了？这案子让你办的半拉开，行，不怪你。我知道这件案子推进起来是没有之前想象的那么好，但是我也尽心尽力了。你不能说现在，等会儿，你嘴怎么了？你让万红谁打你了？律师费给你结清楚了，能走多远走多远。有人威胁你了是不是？我卡的。我本来以为积压了1年半，心态崩了也正常，想过一段时间再跟他聊。结果我竟然被补充成了黑社会骨干成员，但我的办公室被警方给带走了。我建议你赶紧撤出。既然万海都这么说了，至少他是放弃抵抗了，你就不要再死扛了，好不好？我跟你说话，你听见没有啊？而且后果可能比我们想象的严重的多。我知道这事儿是有点危险，但是我要是退出，万海就完了。哎呀，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考虑这个？江队，有事吗？张文京，公安局的，你涉嫌参与万海黑社会性质组织案，现在依法对你进行逮捕，请你配合，这是逮捕证。什么意思啊？江队，你们是不是搞错了？没有证据，没有调查，怎么能正式逮捕呢？不要，你也是律师，如果没有证据，检察院会批准逮捕吗？请你想清楚。放着。干什么呀？没有看过吧？你要干什么呀？你想干什么，江红军？张文京，回去之后有你说话的机会。还有你们几个啊，你们这是知法犯法，再妨碍我们的行动，会对你们进行口头传唤，听得懂吗？放着。他们为了给我罗织罪名、伪造证据定我的罪，不就是因为我阻拦了他们办万海吗？他们，你指的他们是谁？东平市公安、东平市检察院，还有真正的黑恶势力，他们要害死万海，要害死我。你说清楚点，谁是真正的黑恶势力？我不知道，我一直在想，反反复复的在想，如果一个地方，律师因为履行辩护权，却被掌握司法权力的人反咬一口，这个地方还有正义可言吗？到目前为止，你都在下断语做结论。张文京，你很清楚，法律不是喊话，是讲事实、讲实据。如果你有关于东平市公安、东平市检察院违规违法的证据，拿出来。如果没有，不要妄自推断。我根本来不及搜集证据，就被他们带到这儿了。如果你可以对涉案的所有细节重新梳理，自然会找到证据。如果万海的案子不成立，那么我的案子也自然会被推翻。当然，如果你跟他们一样，已经认定万海案是一个确凿的、不容置疑的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，那我们就没有继续聊下去的意义了。跟这种人你还能真动气呀？不应该。哎，郑主任，不好意思啊，刚才有点着急了。这种人就是个送棍。谢主任，咱们要学会提取意见，无论是有利的还是无利的，都要提起。对，您说的对。回去呢，我们再做做功课，一定不让。万海可以见吗？都安排好了，现在过去吗？去。坐下吧。现在是学习时间，
张文静，你女儿挺可爱的。你说啥？我说你女儿挺可爱的，梳俩小辫儿，跑起来还一翘一翘的，真可爱。你要跟谁？幼儿园4点放学，姥姥来接，周末去学舞蹈。你养的真好。谁让你？啊？你问我谁让你来的？你要是敢动我女儿，那肯定。你不乱说，我不乱动。黑社会，因为这帮黑社会，我女儿要是有个3长两能死。只要你认罪认罚，我保你全家平安无事，要不然你后半辈子就后悔吧。我去你！我家打架了！你这么吓人的！你来替他干嘛？我是律师，替他辩护是我的职责。你还替他辩护？我什么都没做，他打我！老实点，把话给我递出去，是不是？走。张文京依然是涉黑案的主要嫌疑人，所以他的话呢，不可以不信，但也不能全信。我们要保持警惕。子妍，你把张文京有关万海案的全部信息往来，尤其是他签了字的合同，全部整理出来，送到咱们院技术中心去做笔迹鉴定。好，王老师，这件事儿你也盯着点。好。洪组长，哎，说说你们今天的工作情况吧。啊，我们今天就是在我们负责的这一块，做一些材料方面的准备，挺充实，也挺忙的。啊，准备工作。准备工作，做到乔振兴家去了。吊唁，就纯同学身份吊唁。张怀恩也是你们同学啊？小孩啊，不是，因为我吊唁，我不得给人送白包去吗？完了 ，ATM 机取钱，他陪我去的。取多少钱呀？还得有人陪着。1000。你非得今天去吗？没有别的地方可去了？咱们指导组来东平吧，世人皆知。你说我这好几天要不露面的话，是不太合适。你知不知道今天李仁俊是当着我的面给你打的电话？啊，现在知道了。洪亮同志，你别忘了那封举报信，别忘了你是来干什么的。现在乔振兴的事还没有定性，你非要在这个时候给我惹麻烦吗？不是，那我应该什么时候给你惹麻烦呢？我麻烦我麻烦谁了？我去他们家，我打车的钱是我自己出，我也没找他借。你别忘了你的身份，我是一个公民啊！啊，我公民你来的时候领导怎么跟你说的？让你摸摸情况，你摸情况不能给人送白包吊唁去吧？是你们早上把我们给忘了，我们没有资格跟你们一块儿去审讯，我们只能在宾馆的房间里空坐着。你让我在房间怎么摸谁？你是不知道今天李检当着我面打电话的那个样子。我知道他态度干啥？他没明说，他就是在告状。洪亮，你这个做法直接影响到省院和市院的关系，你直接影响到我的工作了。哎呀，我都影响到一部主任的工作了，这么大事你为什么不提醒我呢？走，咱俩好好谈一谈，谈谈你最近，我觉得你就不在工作状态上，一天天的年纪轻轻的，你想干啥？你想飞呀？我叫乔振兴，我是东平市检察院的一名检察官。今天是万海案开庭的第1天，我也活不下去了，因为我是万海
黑社会性质组织的保护伞。各位观众，大家好，我现在正在东平市中级人民法院为大家进行现场报道。今天，万海案将在这里开庭审理。万海通过暴力手段强迫交易，低价强抢东平市物资集散中心。办案机关以此作为突破口，发现万海在东平盘踞10几年来，故意商牌、非法拘禁、挑价勒索，劣迹斑斑，早已成为一块令东平百姓苦不堪言的社会毒瘤。经过2年多的深挖细查，东平市政法系一举铲除了这个深藏在相关矿业、货运及娱乐产业背后的犯罪组织。我市出现这样的案件，社会各界都深表关注。我们期望司法机关面对这样的犯罪行为，露头就打，除恶务尽，还人民以正义，还东平一片天朗气清。好的，往哪看？往哪看呢？往下看啊！往里走。看我队，后面的都看我队啊！快点，跟上，跟上。请全体起立。请审判长、审判员、人民陪审员入庭。全体请坐。现在开庭，请公诉人宣读起诉书。海东省东平市人民检察院以东检刑诉748号起诉书，指控被告人万海及其团伙成员共22人，分别犯组织、领导、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、故意伤害罪、强迫交易罪、敲诈勒索罪、聚众斗殴罪、妨害公务罪、开设赌场罪、组织卖淫罪。万海无罪，我们不是黑社会，全都是诬陷，我们是被冤枉的。伤害案与万海无关，都是有预谋的。法警，代理法庭。张文静，闭嘴！你闭嘴！张文静说的对，我爸不是黑社会，黑社会。万海在被审判，
我在这儿也在被审判。我承认，我拿过万海的钱，答应帮他们洗脱罪名。我对不起党，对不起国家对我的培养。我走到今天，都是我自己的问题，我自己犯下的错。我咎由自取，我死有余辜。万海都已经认罪了，你是被冤枉的！告诉他们，是被冤枉的，我们是被冤枉的！赶紧说话呀！你告诉他们，你不是黑社会！你告诉他们，你不是黑社会！是王爷陷害你的！有没有顺利的地方了，东平？东平有没有顺利的地方了？这是冤案！已经认罪了，你不要以为懂点法律就可以在打赢仗胡说八道，你这种不孝！喂，兰书记，我李仁进。有些情况想向您汇报一下。今天开庭出了点问题，具体的情况我一会儿当面向您汇报。现在要特别注意舆情，现场来了很多媒体，我担心会有不好的影响。刘主任，张老师，来吃了吧，走啊！白助理，那咱们就正式开始了。海东省检察院第11部检察官洪亮，我是检察官助理张怀恩，就江南市检察院1部主任王春祥同志因押解嫌疑人的途中违规改变路线，致使嫌疑人受伤一事进行2次询问和调查。根据第1次调查和询问，你帮我把手铐摘了，你让我踏踏实实给我爹磕个头。回去以后，我什么都交代。这可是你说的。把钥匙给我。爸，儿子对不起你，儿子给老林家抹黑了，爸。你干什么？王老师，整个过程就是这样吗？是的。那您再看一遍，是否有遗漏或者错误的地方？没什么问题，细节都很清楚。好，那麻烦您在最后一页签字吧。那么，这个有没有遗漏的细节？你再想想。没有，事实完全清楚。好，那麻烦您在最后面签字吧。好。不好意思，郑主任，亚平主任，打扰一下。王老师，这字儿不能签，咱们去找领导。这事儿就不要上升到领导层面了吧？王老师，您干了1辈子了，还有半年就退休了，非要在这个时候背个处分吗？洪亮同志，你们辛苦了啊！那这个案子先停一下，走，咱们找领导去。这怎么停啊？我们在走正常流程呢。正常流程。洪亮，你们11部是查什么的？
查职务犯罪。王老师职务犯罪了吗？他是玩忽职守了，还是徇私枉法了，还是刑讯逼供了？他够得上你们11部哪条？郑主任，这事错了就是错了，咱们得承认。王老师，您先别说话。洪亮，王老师让林喜去上坟，不是因为他心软好说话，他是要感化林喜，希望林喜在到案后可以把全部罪行都交代了。事实证明，他确实是都交代了，对不对？但这是您1部的案子，跟我们11部没有关系。你是新来的吧？怎么跟主任说话？注意态度。洪亮同志，哎，王老师这属于办案事故，应该是检务督察室管。你出面申请让他们重新查，你们11部不要掺和。再接一步讲吧。其实啊，我们也不想来，但是领导给我的反馈呢是说，检务督察室最近特别忙，一个人都抽不出来，只能让我们11部临时盯上。我也是没办法。你是没办法，还是不想想办法？检务督察室现在忙，过2天不忙的时候再办呢。你着急这2天让人签字吗？你别着急，我甚至还跟孙专委表达另外一层意思。我说，因为春香同志本身是江南师院的，我说这个案子其实完全可以打回到江南师院，让他们自行解决、自行消化。结果我们专委把我一通臭骂，他说：“洪亮，你是不是忘了咱们省改了第11部的部门职能了？你怎么想这个问题？”整得我非常尴尬。其实想想呢，领导说的也对，王老师呢，他是从江南师院借调到咱们省院的，而且这个事儿呢，又是出在说给咱们省院办案的过程当中。那你说，您就是办理王老师借调手续的人，我想这个情况您一定比我更了解，你别为难我。洪亮，哎，你看啊，咱们办案子讲究天理、国法、人情，你们11部办案讲天理、讲国法，但是你们讲人情吗？喂，洪亮，你别假装接电话。老何，现在方便吗？喂，老何，你听得见吗？我听得见，你说。老何，你听得见吗？接完了吗？您请说。回答我的问题，你们11部办案子，讲不讲人情？司法是为了约束公民，但是执法者更应该接受司法的约束，才能保证司法的公平公正。我们11部的作用呢，就是为了刀刃向内约束自己的同志，我们存在的意义和价值，我相信亚平主任一定比我更清楚。说，如果您觉得我们今天这个办案的方式方法有问题呢，您可以向有关领导去反馈，我一定虚心接受。如果您觉得我们今天在办案过程当中，我们的处罚标准超标超规，也欢迎您向有关部门进行申诉。我是要申诉。好，你倒是给我时间呢。好的，亚平主任，小张，这样，王老师今天这个字儿，暂时可以不用签啊。但是亚平主任，麻烦您给我写一个情况说明，因为我们的办案进程被迫被您给打断了。要不然我不好交代。我签了，不好意思。今天我们临时开个会，法院那边刘院长还在住院，就温厅长代表了。小红，对不起啊，怪我，怪我。我来唐突了，
万事都怪我。我也确实没想到，说临着要脱衣裳了，最后一个要办理的案件是王老师。就说这个事儿，我说啥不能跟您道歉，但是我只能表示非常遗憾。就是我们11部吧，有时候确实就其实我自己都。主要是能力有限。明天我就请个假，我得先去趟北京办点事儿。所以说以后什么时候还能再跟您聚在一起，不好说。今天能凑一块儿，非常感恩。我在此祝顺利。大姨啊，别生我气啊！祝顺利。曾主任，同祝顺利。我的豆，咱们吃饭喽！姥爷 ，Good morning。红豆小朋友，早上好。徐总同志好。那回啊，好，一会儿呢，我去送豆豆，你呀就直接去机场。谢谢徐总同志，你辛苦了。爸爸，你去北京什么时候回来？我过两天就回来呀。那妈妈什么时候回来？她得放假了。我已经开始想你们了。豆豆啊，等你爸爸妈妈在北京安顿好了，然后呢，你就可以去北京了。到时候啊，你就天天和你爸爸妈妈在一起啊。姥爷，到时候我就该想你了。哎呀，我的小豆豆，老爷没有白疼你啊。洪亮，你听说了没有啊？昨天东平检察院啊闹笑话了。第一天开庭就出乱子，一个被告人当庭喊冤要翻案。那个东平现在那个代理检察长李仁俊，是你同学吧？还我同屋呢。哎呀，这个影响太大了。是，所以我一直跟你说，检察官不好干的。是的。洪亮，我劝你改行这个事儿，你以后不会怪我吧？怎么会呢？我跟您汇报一下，徐主任，我这2天又认真的重新思考了一下这个问题。我觉得您提的这个意见，高瞻远瞩。就趁着我现在年富力强，换个赛道，还能再搏一把，也有个回旋余地。豆豆，快点吃啊！一会儿姥爷跟你一块儿去幼儿园。好。爸爸，我们大二班的果果来咱家玩，问我为什么你要管姥爷叫旭东同志，然后呢管爷爷叫爸爸。因为您姥爷在给爸爸当爸爸之前，他是爸爸的领导。那领导重要还是爸爸重要呢？算了吧，洪亮同志，这个问题对你来说太复杂了，你还是快点走吧。祝你一路平安。喂，哎，你好，麻烦帮我找一下著名的东平市检察院李仁俊检察长。咋的？挤兑我是不是？你的一贯伎俩，伤口上撒盐是吗？听出来了，气儿不顺呐。哎，我八卦一下，听说你们单位出事了。这个情况昨天省院就已经知道了。哎，不是，我说你这要脱衣服了，对工作就这么不上心啊？我确实不是一个八卦的人，
我也是今天早上听这个省政协的某位同志说的，我才知道的。我这不关心你一下吗？咋样啊？啥情况啊？热闹吗？我谢谢你的关心。这么大个案子，前后我忙活了2年多的时间，一共20多个被告人，就一个当庭喊冤的，你觉得能有多大事儿？李代理检察长是嫌人少了呀。因为我要去北京嘛，我这忙里偷闲，我还不忘关心你一下。希望你呢也能够领点我的情，好吧？领，哎，你这看热闹的情啊，我肯定领啊。不过不好意思，我还扛得住，让你失望了。行了，不开玩笑了啊！我叮你一句，案子无小事，认真对待。行了，你一路平安吧。代问江民好啊。OK， 好，拜。你们谁先发现的？我就在那个。哎，现场在哪儿呢？在冰湖下面啊。前2天升温，河水化了一些，尸体啊，我估计是被河水冲下来的。你们几个发现了尸体啊？是。一会儿耽误你们点时间，给我们做个笔录，好吧？带路。好。来，陈队，这儿。到这里。检察员呢？你带队和上游地毯上搜一遍。是。南京，给那几个大学生做个笔录，详细的询问一下发现尸体的过程。愣着干什么呀？认识啊？不认识。干活。哎。哎，老二，按我到现场啊。是尸检上案的乔振兴。喂，老许，人家啊，现在有空吗？到我这儿来一趟。什么事儿啊？电话里说呗。不行，咱们得见面聊。这么大事儿啊，非得见面说。赶紧过来。啊，行吧，那一会儿见啊。这会我就不参加了，把会议记录做得详细点，回头发我去一趟市局。好的，李爷。嫂子，嫂子，嫂子，我先看点。咱不看了，咱不看，咱不看，嫂子。我这干嘛？你儿子干嘛？不看。
进来。哎，许军，哎，孙局，坐坐坐。我来跟您汇报一下。怎么样？有什么新发现吗？哎呀，从早上接警到现在，同志们一直在现场勘查，方圆2公里之内都搜查了一遍，暂时还没发现什么可疑的痕迹。我跟江队他们都讲了，让他们继续扩大这个摸排范围。人手够吗？够，我把分局业务口的人都派出去了。我看是这样啊，你们啊，先把外围的勘察工作尽量完成，然后形成报告之后呢，交给市局的行政指令。徐局，你看能不能把这个案子交给我们分局来办？这个不好，规矩嘛。命案死的又是个检察官，重大刑事案件，这肯定是刑侦支队的活。徐局，给个机会。你管这个叫机会啊？用词不当，就是什么呢？我是想给兄弟们一个立功的机会。遇到这么大的刑事案，1年也碰不到1回。这个万海案不是交给你们了吗？这公里的还嫌不够大。徐局，你一定相信我们的能力，我们一定会把这个案子办好。可是想立功也不能抢案子呀。不是，稍等啊。喂，许局啊，是我蓝景明。蓝书记，我正想跟您汇报呢，死者已经确认了，是市检察院的检察官乔振兴。家属到现场了吗？家属已经到了，我也通知了李检，他正在赶来的路上。我想这件事儿还是当面跟他谈谈，有什么进一步的发展，我随时向您汇报。好。另外，孙飞最近表现怎么样？他一直挺想进步的。明白了，蓝书记，您还有什么指示？没什么了，先忙了。那好。可以啊，孙局，面子够大。蓝书记电话都过来了。嗨，哎呀，就是前些年我给领导们鞍前马后的，领导们也这些我不管，案子可以给你。哎呀，但我有个要求，随时要向我汇报。徐局，您的恩情我记心里了。咱不来这套，办好案子才是关键。你必须的。我去。进来。哎，就你们门口那条路，没有一天不堵车的。有什么事儿不能电话里说呀？非得让跑一趟。哎，李局，我先走。好，你先走，你先走。李检啊，不好意思啊，让你特意跑一趟。嗨，什么事儿啊？咱们先说好啊，你要控制好你的情绪，不能上头。赶紧说吧。你们那儿是不是有一个检察官叫乔振兴？啊，我们一部主任，我大学同学死了。节哀。在这个调查结果出来之前，我们还不知道是意外还是他杀还是自杀。但我这儿有个小小的建议。死了？在事情定性之前，咱们先都不对外表态，也不和家属接触。我这只是个建议啊，仅供参考。小美，小美，哥。小美，小美，小美，别回了，别回了。
周梅，节哀。